他打算干票大的，却连门都没有出去就被特警堵在了家里。但小红丝毫没有慌张，甚至主动邀请特警们进来坐坐。原来第20小组正在抓捕一名逃犯，而这个外号叫小红的靓仔则涉嫌窝藏犯人。可房间里逃犯没有找到，却发现了足够抽整整1年的电子烟和麻油。显然这是小红专门为逃犯老兄准备的。但为了撇清自己的麻烦，小红想都没想，当即决定反水。她竟然主动要求打电话帮忙把逃犯约出来。可真拨通电话，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Yeah, man, I got the card. The police are here. Toss the cell. Don't come near me. I was cold, Red. Do what you gotta do. 你小子可他妈真会玩啊！这样一来，第20小组的抓捕任务就难上加难了。因为像这样的逃犯总共有4个人，虽然他们各不相干，但另外3个人都与主犯刀哥绑在一根链子上，所以为了活命，他们选择了一起逃跑。其实那3个人都好说，关键这个叫刀哥的才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谋杀、性侵、抢劫、勒索，被判处了终身监禁。抓捕4名逃犯的任务上级分派给了2个小组，而第20小组这边出师未捷，被小红给摆了一道，反而其他小组先抓回了1名逃犯。这家伙几乎是自己抢银行送上门了，但真是一家欢喜一家愁呀！竞争对手的一通冷嘲热讽肯定是少不了了。Scoop up any of your guys yet, Hondo? Not yet. Guess it's 1-0. 说什么来什么，第20小组很快就查到了1名逃犯的老窝。咱就说这小子能奇葩到什么程度吧，他居然怕自己可爱的小宠物们吃不饱，冒着被抓的风险回来喂食了。这场面得通知动物管理局了吧？可抓人的活总得有人干吧？当然是交给天不怕地不怕的卢卡了。 What?Why me? I don't mess with snakes. Go. 好在这东西还算听话，不然卢卡就交代在这里了。接下来洪都打算再去会一会小红。这次他和迪肯2人决定空手套白狼，故意告知小红他的逃犯兄弟已经被抓了，以此来套取他的口供。但小红这个老油条也不是白给的。Think I'ma fall for the "we got your partner in the next room" trick? 可你瞧瞧洪都怎么干的，他和迪肯2人一唱一和，将如何查出线索，又如何展开抓捕，再从枪击到逃犯反抗，再到医院抢救，白活的绘声绘色，就跟真的一样。说完，2人扭头就要走，这下小红急了，嘴皮子一秃噜，就将好兄弟的信息都说了出来。于是第3名逃犯也被洪都抓了回来，但由于这家伙太不老实，就被关在了后备箱。为了迎合他的出场方式，洪都还特意为自己配备了一把霰弹电击枪。随着后备箱门缓缓打开，一个彪形大汉径直窜了出来，但任凭你功夫再高也怕子弹吧。这样一来，第3名逃犯也搞定了。当然啦，洪都可不会放过这个回敬对手的好机会。 So you get to chew on his cousin yet? We're closer. That means you know where. Looks like it's 2-1. 这下只剩一个无恶不作的刀哥了，因为这位母亲曾经出庭指证过他，所以洪都派了2名手下全天候保护他们一家的周全。但2天过去，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天，洪都忽然发现一个可疑的小子。据队员所讲，这小子2天来一直没日没夜的骑个自行车在门口晃悠，身后还别着一把刀。乍一看以为他是给刀哥盯梢的，但其实这小子是想亲手剁了刀哥。原来刀哥曾经因为点小事砍掉了他老爸的手，而且那家伙还十分好色，迷上了自己的漂亮表妹。没进去之前就想强迫表妹嫁给他。好家伙，还是个超级情种。可就在他们谈话期间，刀哥已经闯进表妹家，亲手绑了未来老丈人，死活就要得到老丈人的祝福。但人家怎么可能把漂亮女儿嫁给一个混球呢？于是刀哥就逐渐失去了耐心。 Please, if you stop hurting him, I'll go with you. 忽然外面响起了车铃铛的声音，一看是特警找上门了。刀哥临走前要不来上一刀，也对不起他刀哥的名号呀。完事儿就胁迫着表妹从后门溜了。刀哥前脚刚跑，洪都就杀了进来。他透过模糊的车窗记下了车牌号等信息，想去追击时又想起了受伤的男人，思索再三，还是选择了先救眼前人，同时也将嫌犯驾驶的车辆和车牌号信息以及大致逃跑路线用最快的速度通报给了总部。果然，专业的事情还得专业的人来干呀。当然，男人也很配合，他忍着疼痛等洪都汇报完后，将刀哥可能藏身的一处地点说了出来。因为女儿曾经被刀哥带去过那个地方，很快反恐特警们就包围了这里。但刀哥藏身的木屋易守难攻，而且这家伙持有全自动武器，还有打不完的子弹，手里又有表妹这个人质，队员们不敢轻举妄动，只能依靠重金属防爆特警车缓缓靠近。要说关键时刻还得是洪都呀，这老小子为了秀一波神操作，特意从总部调了一架直升机赶过来。他扎稳马步架好枪，只要队友用烟雾弹将嫌犯逼到窗口位置，而下面的特警们是从低打高，根本瞄不到嫌犯，只能将希望都寄托在洪都的身上了。嫌犯被一枪毙命，表妹毫发无伤，其他队员们都惊呆了。这也许就是一个反恐特警队长该有的水准吧。可第二天，第20小组在抓捕一伙贩毒集团时，竟然被人耍得团团转，连防爆特警车都险些破跑，这又是啥情况啊？关注巨石，明天接着讲。